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，刷牙、洗脸、化妆、拿起包包、搭上捷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自动化，你完全不需要思考，甚至10分钟内你就完成所有的事情。但是要你回想起来，你昨天早上到底吃了什么早餐？上班的途经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完全没有记忆。一书一世界，欢迎来到 Maggie 聊聊书，让我们开启心灵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《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，那样工作》。作者是查尔斯·杜西格，他本身是一位记者。他写过很多探讨美国执法的问题，以及研究金融危机等书籍。这次他撰写的这本书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有长期酗酒啊，或者是有毒瘾，或者是暴饮暴食的患者。他让我们了解到，原来这些让我们无法自主的习惯，一切都是大脑回路所造成的。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他研究猴子与奖励模式，到最后是如何形成习惯。这名猴子叫做朱利欧。一开始，科学家让朱利欧注视着荧幕上的彩色图片，只要图片一出现，朱利欧拉了一下杆子，就会有一滴黑莓汁滴进他的嘴巴里面。朱利欧是一只非常喜欢喝黑莓汁的猴子。刚开始，朱利欧对眼前的图片兴致缺缺，并且试着逃脱椅子的束缚。当他开始喝到第一滴黑莓汁的时候，朱利欧开始变得非常专注。大约10次之后，他已经不会再动来动去了，全神贯注在眼前的图片。每次得到奖赏的时候，朱利欧的脑袋就会变成非常活跃。到了最后，朱利欧只要看到这张图片，他的脑袋不自觉的就会显示出受到奖励时的活跃的样子。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。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吃炸鸡。我们工作了一天很累，开着车回家，孩子在车上吵着要吃薯条，于是你心想，好吧，那就破例一次，今天就吃一次炸鸡和薯条吧，反正只有一次，偶尔吃一次并不会有什么关系。刚开始原本1个月吃一次，到后面1个礼拜吃一次，到最后1个礼拜吃2次。每间麦当劳的装潢或许有些不一样，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察，他们对待客户的 SOP 都是统一的标准。客户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，相同的口味以及刻印在脑海里的 slogan， 所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习惯去麦当劳吃东西。那么习惯那么可怕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种习惯呢？其实习惯虽然可怕，但是也很容易打破。第一个，设立奖励。根据美国全国体重控制中心显示，成功减重的人会预设奖励，告诉自己只要严守纪律就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许只是穿上一件比基尼，又或者是每天站在体重计上，看着体重往下降的成就感。美国有一个企业发明了一种除臭剂，它可以让烟味、臭味变得无色无味。本来以为这个产品问世之后应该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家家户户都抢着要购买这个除臭剂，结果却没有。因为人的嗅觉会习惯臭味，但你在一个满是烟味的房间待久了，你的嗅觉会逐渐失去灵敏，习惯这种臭的味道。所以除臭剂并没有让家家户户都使用它。正当销售团队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他们采访到一位爱用这种除臭剂的家庭主妇。这位家庭主妇习惯在打扫完之后喷上这种除臭剂，她才感觉有将房子打扫干净。倘若她没有喷上这种除臭剂，她会认为自己并没有打扫完房子。这次访问让行销团队找到了问题点，重点是不是让客户没有闻到味道，而是要让客户闻到味道，才让他们感觉到有打扫好房子。于是他们在除臭剂里面加了香精啊、芬芳，让家庭主妇每次打扫完房子之后都会习惯这种香味。于是这种除臭剂的销售量大增，成功赢得了市占率。第二种，记录并且找出习惯，而且想办法用别的东西取代它。我们虽然每天早上起床、吃早餐、上
班工作，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，做了些什么事情，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。甚至你可能都没有发觉到，你早上10点都一定会吃一条巧克力，或者是喝一杯高糖的咖啡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习惯，首先你必须先发掘你的习惯。这个时候就非常推荐写日记。如果你是正处于减肥的时期，那么就非常建议写饮食日记，即使记录1个礼拜也好。你会发现你生活中很多都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。当你发现你每天早上都会吃一条巧克力棒的时候，并不是刻意不去吃巧克力棒，而是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是食物去取代它。因为如果你用意志力去压制你的渴望，那么很快的你就会放弃。举例说好了，早上10点你现在就很想吃一条巧克力棒，那么你可以试着先喝一杯水看看，或者是走出办公室去跟同事聊个天，再回到座位上，然后下午买一根香蕉或者是苹果，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吃着水果。有的时候我们吃巧克力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渴望吃这个东西，而是我们可能工作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。你在多方尝试给予自己不同的选择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内心的渴望并不是巧克力条，而是你想要休息一下。记录绝对是你可以发现自己最大盲点的一个好方法。1992年，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征求了60位病患参加了一项测验，参加的病患平均是62岁，他们最近全都接受了髋关节手术。大家都知道，髋关节手术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恢复了，必须经历很长的一段复健时期，这些复健都是非常疼痛，就连可能在床上动一下都可能带给病患剧烈的疼痛。但是如果这些病患不运动的话，疤痕组织会阻塞关节，甚至会有血栓的风险。但是因为真的太痛了，大多数人到最后都是放弃复健。这些心理学家让这些老人分成2组，其中一组给他们小册子，小册子上面有空白的地方，要他们填写每周目标，可能每周要散步啊，散步多久时间，散步的地点在哪里。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不过就是在纸上面写说我今天要走多远的路，要去哪里运动，像记录流水日记那样无聊。但是3个月之后，研究人员再次探访这些病患，发现两者之间差距非常的大。尤其小册子的那一组老人，大部分都可以自己上下床了，甚至有些人还可以自己洗衣做饭换鞋。那研究人员就很好奇，他们在小册子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。他们发现有些人写的散步的路线啊，有些人还会写说要穿什么衣服去散步啊，万一疼痛了该怎么办啊，要吃什么药啊，或者是散步去接心爱的妻子等等。这些病患其实知道，每一次从沙发上站起来后都会极度疼痛，每一次都像酷刑一样，所以他们会写下一连串解除疼痛的方法。也许看心爱的妻子就是一种奖励模式，又或者是其他的奖励让他们愿意走出去。所以当你开始在记录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同时在思考如何解决现在的难题。所以比起那些没有记录的人，你会更容易聚焦你的目标。最后告诉大家，称赞也是一种奖励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。当我们努力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是看完一本书的时候，给自己或者是孩子称赞一下，这会让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回圈。痛苦，坚持努力，称赞，接着我们就可以承受更多的痛苦，然后再继续坚持，得到更多的称赞。好啦，今天 Maggie 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，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读书心得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习成长，不妨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本书见咯，拜拜。